女人总感觉医生开的药有些不对劲，她狐疑地取出里面的胶囊，仔细一看，竟然发现和单位发的维生素有些相似。她把那瓶维生素拿过来一对比，果然发现颜色和大小都一模一样。于是她又把2颗胶囊全都拆开来，把里面的白色粉末倒在桌子上，挨个用手指沾上一点放嘴里品尝，结果发现连味道都出奇的一模一样。女人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立刻带着那些胶囊跑到单位，偷偷用实验室里的仪器检测胶囊的成分。然而检测出来的结果终究还是让她大吃了一惊，这2个胶囊不仅成分一模一样，而且都是一种叫李七的精神类药物。那么单位为什么要给她发这种药呢？其他同事的情况是否也都和她一样呢？她带着疑问悄悄潜入领导的办公室，查看单位的医疗记录时彻底震惊了。她发现其他宇航员拿到的都是维生素 A， 唯独她一人拿到的是维生素 B。女人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，于是她又打开以往的医疗记录一看，却发现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宇航员曾经也和她一样拿到过维生素 B。于是她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那些曾经拿到过维生素 B 的宇航员，结果发现这些人都和她一样，都是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时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之后，最终都以各种理由被陷害坐牢或者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正在此时，突然有2个男子说说笑笑的走了进来。女人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抓的准备，可那2人却直接无视她的存在，竟然自顾自的在她眼前忙活了起来。女人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What are you doing? 女人试着和他们说话，可这2人依然像是听不见一样。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从这2人的角度看过去的话，办公室里确实没有其他人。女人以为他们是在捉弄自己。 Guys, stop it! Hello. Hello. 随着镜头的闪烁，那2人也突然诡异的消失不见。女人不敢在这间办公室里继续待下去，赶紧拿上自己的物品，逃也似的跑出办公室，离开了单位。女人是一名国际太空站的宇航员，这天她正在和家里的女儿视频通话，而一旁的老黑在地面实验室的指挥之下，正在进行一项足以改变世界的冷原子实验。可就在实验进行到第6阶段的时候，太空站里却突然响起了撞击警报声。 Station RPL, you copy? Get them back. We're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. 太空站突然遭到不明物体的撞击，供电系统和供氧系统受到严重破坏，老黑的一条胳膊也被舱门夹住，不能及时止血的话，只能选择截肢。更要命的是，2个逃生舱其中一个仅剩5%的电量，而一个逃生舱只够3个人安全撤离。如果不赶快修复供电系统，不及时给1号逃生舱补充电量的话， 他们5名宇航员仅用一个逃生舱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部安全撤离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冷原子实验有了新的突破。亨利看到太空站传输过来的实验结果， Holy shit. 亨利看到他的实验有了重大突破，要求宇航员必须等实验完成再撤离，结果却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。另一边，女人穿着宇航服来到外太空，修复太空站的供电系统和供氧系统，结果发现供氧系统和电缆全都遭到不明物体的撞击严重损毁，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修复好。这时，俄罗斯航天局的老大让他去检查不明撞击物的下落。可就在女人去找撞击物的路上，她身上装备的摄像头突然受到干扰，地面指挥中心也失去了她的画面，她只能一路跟着撞击轨迹前来查看。结果发现撞击物被横架结构的组件缠住，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于是她小心翼翼地伸手抓住一个把手，再把外面的帆布缓缓地撕下来。刚把一只手伸进去拨开电缆的时候，突然 Shit! It's a body! Joe, please confirm. 女人猝不及防地被尸体撞出了很远，好在身上系了安全带，否则和那具尸体一样流浪太空了。这时安德烈赶来把她拉回来之后，俄罗斯航天局立刻要求安德烈赶紧去查看撞击物到底是什么。可安德烈把自己的镜头转向远处时，却发现那具尸体早已不见了踪影。 It was a woman. USSR. Soviet. I saw a dead female cosmonaut. 局长得知是一名苏联宇航员的尸体，他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，转身离去。与此同时，老黑的一条胳膊虽然已经被截肢，可由于失血过多，终究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眼看着太空站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，他们只能选择立即撤离国际太空站。可2号救生舱只能装得下3个人，必须留下1人把曙光号的电池拆下来，安装到1号救生舱里才能逃生。因为现在太空站里剩下的氧气只能满足1人19个小时的用氧量，而女人作为他们的代理指挥官，主动留下来修复1号救生舱，让他们3人坐上2号救生舱撤离之后，诸多诡异的事件才刚刚开始上演。国际太空站每45分钟交替一次日夜，由于太空站的供电和供氧系统严重损坏，只能通过太阳能提供电力和氧气，所以它在
在夜间只能待在逃生舱内，等到白天才能从逃生舱里出来，前来曙光号实验室把电池拆卸好，并搬回来更换掉救生舱里的电池。按道理19个小时内更换6个电池时间绰绰有余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返回救生舱赶着安装第2颗电池的时候，却突然听到一阵有规律的敲击声。现在整个太空站里只剩下他一人，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传过来的声响，于是他立刻带着氧气罩跑出救生舱，一路循着敲击声迅速赶过来一看，却发现这里竟然是做冷原子实验的黎明号。不过他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，而是被他眼前的东西深深的吸引住。镜头缓缓地围着女人转过来一看，他面前竟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手电筒掉在地上，说明这里应该有引力。他把氧气罩摘掉后也能自由的呼吸，于是他继续循着声响来到走廊尽头一看，敲击声竟然来自前方的一个衣柜，门上竟然挂着他女儿送给他的项链。不过就在女人刚上前想要打开衣柜之时，突然整个房间都被一阵强光照亮。女人缓缓地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太空站的供电和氧气系统竟然在诡异的逐渐恢复运转。女人再次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冰天雪地里，而她女儿的呼喊声竟然来自前方的2层木屋内。这里的环境让她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她循着女儿的声音继续走进屋里，却发现原本好好的度假小木屋，不知何时变得这么破败不堪，地上也躺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死猫。之前墙上挂着的明明是一幅抬天使的画作，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幅抬魔鬼的画。这时女儿的叫喊声再次从2楼传来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走上2楼一看，却发现女儿的声音来自眼前的衣柜。妈妈。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躲在衣柜里，赶紧把女儿从衣柜里抱出来。在冰天雪地里奔跑了好久好久之后，他竟然诡异地重新回到了度假小木屋。不过这间小木屋门口并没有安装路灯，并且门口还有他家的蓝色私家车。他赶紧把瑟瑟发抖的女儿抱进屋里，放热水给女儿洗澡。取暖的时候，很快发现热水器里的水已经用完，于是他转身去给女儿烧热水的时候，却突然看到刚刚还在洗澡的女儿，转身的功夫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床上。然而他疑惑地回头看向卫生间时，却发现女儿又好端端地坐在浴缸里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女人正疑惑地想上前一探究竟时，妈咪。女人缓缓地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女儿正满脸疑惑地站在她身后。她来不及和女儿多做解释，赶紧跑过来查看卫生间里的女儿时，却发现刚刚还在洗澡的女儿，转眼的功夫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浴缸里的水也都变得干干净净。还好身后的女儿并没有消失，可她接下来做出的举动却彻底吓坏了年幼的女儿。What's the matter? Where is she? Who?紧接着，女人在国际太空站里醒了过来。她本以为刚才是缺氧导致的幻觉，可她接下来将要经历的种种诡异，绝不是简单的幻觉能够解释明白的。女人看了一眼手表上的倒计时，却发现留给她的15小时的撤离时间，现在竟然只剩下6个小时45分钟。她想逃离这个废弃的空间站回到地面，还需要给1号救生舱更换5个电池。女人深知此刻时间的宝贵性，以她最快的速度来到曙光号实验舱，全力以赴赶着拆卸电池的时候，却突然传来一阵低沉又模糊的说话声。女人知道空间站里除了她并没有其他人，那个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？她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，静静地听了好一阵却毫无收获。于是她把平板上的录音回放了一下，果然听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说话声，可她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。女人试着放慢录音的播放速度一听，可是保罗明明已经在爆炸中牺牲，他的尸体还在1号救生舱里存放着。这个说话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？女人为了探明真相，开始在空间站里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。结果她来到当时发生爆炸的黎明号实验舱门口时，却发现保罗被截掉的断臂正诡异地漂浮在空中。她壮着胆子打开黎明号的舱门，走到里面巡视了一圈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不过她转身抓住保罗的断臂之时，